说一切有部，佛教里的物理学家。上一期我们画了一张部派佛教的全景地图，18个部派，4个核心争论，但我最后留了一个问题，说一切有部到底建了一座什么样的哲学大厦？今天我们走进这座大厦，你走进去之后会发现，这不像是一座佛教寺庙，这更像是一间实验室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立杰。说一切有部，梵文叫萨婆多部，是上座部佛教最重要的一个分支。它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从上座部独立出来，活动中心在今天阿富汗到巴基斯坦一带的犍陀罗地区和克什米尔。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，它是北印度最有影响力的佛教学派。为什么我说它像物理学家？因为这群人做了一件佛教历史上没人做过的事儿，他们试图给宇宙写一份完整的零件清单。佛陀讲缘起，所有现象都是因缘和合而生的，没有独立不变的自性。这个道理听起来简洁，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更具体的问题？因缘和合到底是什么和什么在和合？你说一朵花是因缘和合的产物，好，那和合的具体要素是什么？种子、土壤、水、阳光、空气，但种子本身也是因缘和合的，那种子的要素又是什么？这个追问一旦开始，就必须走到最底层，就像物理学家追问物质的最小构成单位一样。说一切有部追问的是构成我们经验世界的最小单位到底是什么？他们给出的答案是75种法。法这个字在佛教里是个万能词，含义非常多，但在说一切有部的语境下，法指的是构成一切经验现象的最基本要素。你可以把它类比为物理学里的基本粒子。物理学说一切物质由夸克和氢子组成，说一切有部说一切经验由75种法组成。这75种法分成5大类。第一类叫色法，有11种。色在佛教里不是颜色的意思，而是物质性的东西，凡是有质碍、占据空间的都算，包括眼耳鼻舌身5种感觉器官，加上它们对应的5种外境，就是色声香味触，再加上一种叫无表色的东西。无表色是什么呢？它是一种你看不见摸不着但确实存在的物质性力量。比如你受了戒，受戒那个仪式结束之后，你身上会形成一种叫戒体的东西，它不是你能观察到的物质形态，但它确实在影响你的行为和心理。说一切有部认为这也是一种色法。第二类叫心法，只有一种，就是心，也叫心王，这是意识活动的总指挥。注意，说一切有部认为心王只有一个，不像后来唯识学分出了8种识，在他的体系里，心是单一的，只是在不同情境下呈现出不同的功能。第三类叫心所法，有46种，这是75法里数量最大的一组。心所就是跟着心王一起活动的心理功能。你可以把心王理解为手机的处理器，心所就是处理器上运行的各种应用程序，有好的程序也有坏的程序。这46种心所又分成6组。第一组叫大地法，有10种，包括触、作意、受、想、思、欲、会、念、定、胜解。为什么叫大地法？因为这10种心理功能是每一次意识活动中都一定会出场的，就像一个乐队，不管演奏什么曲子，这10个乐手永远在台上。第二组叫大善地法，有10种，包括信、不放逸、清安、舍、惭、愧、无贪、无嗔、不害、精进。只要你的心在做善事的时候，这10种一定同时在场。第三组叫大烦恼地法，有6种，痴、放逸、懈怠、不信、昏沉、掉举。只要你心里有烦恼，这6种一定跟着。第4组叫大不善地法，有2种，无惭和无愧。只要你在做不善的事，这2个一定在场。无惭是不觉得丢人，无愧是不觉得对不起别人。第5组叫小烦恼地法，有10种，包括愤、恨、负、恼、忌、谦、狂、谄、骄、害，这些是偶尔冒出来的细碎烦恼。第6组叫不定地法，有8种，
包括恶作、睡眠、寻、思、贪、嗔、慢、疑。这些心理功能有时候跟善配合，有时候跟恶配合，不固定。我举个例子，帮你感受一下这套系统有多精密。你现在听我讲这段话，触，你的耳朵接收到了声波信号；作意，你的注意力被吸引过来了；受，你产生了一种感觉，可能是好奇，也可能是无聊；想，你在识别这些声音代表什么意思；思，你开始做判断，这个内容有没有道理，要不要继续听。这5个大地法就在你刚才那一瞬间同时运作了，而且如果你觉得有意思，信和精进也在同时活动，那就多了2个大善地法。如果你觉得困了，昏沉和掉举可能正在悄悄接管，那就多了2个大烦恼地法。你看，说一切有部把你每1秒钟的心理活动拆成了这么多精密的零件。第4类叫心不相应行法，有14种。这类法比较特殊，它们既不是物质，也不是心理，而是一些抽象的规律性存在。比如德，就是获得某种状态的条件；命根，就是维持生命的那个力量；生、住、异、灭，就是一切事物从出生到存在到变化到消亡的4个阶段。还有无常这个概念本身，在说一切有部看来，也是一种真实存在的法，不是我们给事物贴上去的标签。第5类叫无为法，有3种。前面4类都是有为法，是因缘造作的。无为法不被因缘造作，具体是哪3种？第一个择灭，就是通过智慧的抉择而实现的烦恼断灭，也就是涅槃。第二个非择灭，就是不是通过主动修行，而是因为缘不具足而自然不升起的寂灭。第3个叫虚空，空间本身不是被造出来的，它一直在那里。你把这5类加起来，11加1加4 16加14加3等于75。这就是说一切有部的宇宙清单。他们相信你能经历的所有事情，无论多么复杂，猜到最后都是这75种基本要素在不同组合方式下的运作。你有没有觉得这像什么？这简直就是2000多年前的元素周期表。化学家用100多种元素解释所有物质，说一切有部用75种法解释所有经验，方法论几乎一模一样，把复杂的东西还原到最基本的组成单位，然后分析它们的组合规律。这就是我为什么说他们是佛教里的物理学家。他们的世界观核心不是感悟式的，而是分析式的，不是让你闭眼感受空性，而是让你睁眼把现实切到最薄，薄到不能再薄，然后看清楚每一片薄片到底是什么。但75法只是他们的工具箱，他们用这个工具箱要论证的核心命题，才是真正引起轩然大波的东西。三世实有，法体恒存。上一期我们已经碰过这个概念了。过去、现在、未来3个时态中的法都是真实存在的，法的本体永远在那里，改变的只是它的作用状态。让我用一个更具体的方式来帮你理解。想象你面前有一排75个开关，每个开关代表一种法。在任何一个时刻，有些开关是开着的，有些是关着的。开的状态就是这个法正在发挥作用，也就是现在；关的状态就是这个法没有在发挥作用，可能是已经过去了，也可能是还没有到来。但不管开关是开还是关，开关本身一直在那里。这就是三世实有的意思。法的本体跨越3个时态始终存在，只不过有时候在前台运行，有时候在后台待机。你可能立刻想到了一个尖锐的反驳。佛陀最核心的教导之一就是无常，一切都在变化，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。你现在跟我说法体恒存，这不是公然跟无常唱反调吗？说一切有部的回应是这样的，我们说的恒存不是说法不变化，法的作用状态一直在变，从未来变到现在，从现在变到过去，这就是无常。但法之所以能够从一种状态变到另一种状态，前提是法本身得先存在。如果法在过去就彻底消失了，那它怎么能产生后续的因果效应？如果法在未来还不存在，那修行者怎么能朝着一个还不存在的目标去修行？这个论证有没有道理？说实话，
它有一种让人不太舒服的合理性。因果律要求因和果之间有某种连结，如果因在产生果的时候已经不存在了，那它凭什么还能产生果？说一切有部的答案是，因没有消失，它只是从活跃状态变成了非活跃状态，但它一直在那里，所以因果连结是实在的。但有意思的是，即便在说一切有部内部，对于三世实有到底怎么实有也吵得不可开交。据俱舍论记载，有4位大论师给出了4种不同的解释。法就说，法在三世中变化的是它的性质，就像牛奶变成酸奶，物质还在，但性质变了。妙音说，变化的是法的相状，就像一个人在不同年龄段呈现出不同的外貌。释有说，变化的是法的位置，就像一个棋子从这个格子移到那个格子，棋子本身没变，变的是它在棋盘上的位置。觉天说，变化的是法的待遇，就像一个人同时跟2个人交往，面对甲的时候是这种关系，面对乙的时候是那种关系。4种解释，4种类比，没有一个能让所有人满意。释有的解释后来被认为最接近正统，但即便如此，内部争论从来没有平息过。一个学派在自己最核心的主张上产生了4种互不相容的解释，这本身就说明了一件事，三世实有这个命题的内在紧张是真实的，但外部批评者的攻击更加锋利。精亮部说，你把法的本体说成恒存的，这跟婆罗门教的自我常住有什么区别？佛陀反对的就是这种对永恒实体的执着。你搞了一套精密的分类系统，结果最底层的假设恰恰是佛陀要你放下的那个东西。后来的中观学派更加直接，龙树在中论里几乎是逐条拆解说一切有部的逻辑基础。他说，如果法的本体是恒存的，那它就是独立存在的，那它就有自性。如果它有自性，它就不可能参与缘起，因为缘起的定义就是一切都依赖条件而生，没有独立自性的东西。你不能一边说缘起，一边又给缘起的组成要素赋予自性，这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。这个批评几乎是致命的，他指出了说一切有部最深层的内在张力。他们想用佛陀的缘起框架来分析世界，但他们的分析工具本身就是那75种有自性的法，恰恰违反了缘起的基本前提。这就好比一个物理学家说，我用还原论来研究宇宙，但当你追问他的基本粒子到底是什么的时候，他说那是不可分析的永恒的终极实体。现代物理学已经走过了这个阶段。我们知道，即便是基本粒子也不是真正的实体，它们只是量子场的激发态，是关系和过程，不是固定的东西。我们之前聊宇宙涌现的时候说过，粒子更像是时空几何哼唱出来的一段旋律，而不是一颗坚硬的小球。说一切有部在2000年前面对的哲学困境跟现代物理学的困境出奇的相似。你越往深处分析，越会发现你以为最坚实的基础并不坚实。粒子不是终极存在，法也不是终极存在，但这个发现恰恰是从你认真分析的那一刻开始的。如果说一切有部不曾认真的追问法的本质，龙树就没有东西可以拆。这就是思想史上最诡异的地方。有些错误是伟大的错误，正是因为有人认认真真的在一条路上走到了尽头，后来的人才能看清楚这条路通向哪里，以及它不通向哪里。回到我们的校准锚点，说一切有部距离佛陀在菩提树下看到的那个东西是近了还是远了？我觉得这是一个双面答案。从方法论上说，他走近了。佛陀说一切都是缘起的，说一切有部追问缘起的组成单位到底是什么，这种追问的方向是对的。你不能永远停留在缘起的宏观叙事上，总得有人去做微观的拆解工作。但从核心精神上说，他走远了。佛陀的缘起是彻底的缘起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逃脱相互依存的网络。而说一切有部在最底层安放了一批有自信的基本法，等于在缘起之下又铺了一层独立存在的地基。这恰恰是佛陀要你看穿的幻觉。你以为看到了最终的真实，但那个真实本身也是缘起的。但正是这种走远，催生了一场更猛烈的回归。龙树后来拿起中观的利剑，砍掉的第一个靶子就是说一切有部的法体恒存。
没有这个靶子，那一箭就无处可砍。思想的进步从来不是一条直线，它更像一条螺旋，往前走的时候看似偏离的起点，但正是因为偏离，才创造出新的视角，让下一代人能从一个更高的位置看回起点。说一切有部给整个佛教思想史留下了2份遗产。第一份是方法论遗产，它证明了佛法可以而且应该用严密的分析工具来研究。这个传统后来在阿毗达摩体系里发展到了极致。什么是阿毗达摩？为什么它被称为佛教的操作系统源代码？这套东西的精密程度到底有多惊人？下一期我们专门来拆。第二份是反面教材遗产，他用自己的困境告诉后人，还原论有它的边界。当你把宇宙切成最小的零件之后，你会发现零件本身也需要被解释。分析之刀不能无限往下切，因为切到最后，刀本身也是缘起的。如果你觉得这个故事听起来有点熟悉，那是因为现代科学正在经历同样的旅程。从原子到质子、中子，从夸克到弦论，每次以为找到了最终的基本单位，都会发现那个单位还能继续被拆解。物理学家到今天还没走出这个循环。而佛陀在2500年前就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出口。也许没有最终的基本单位，也许关系本身就是全部，也许寻找一个不依赖任何东西而独立存在的终极实体，这个寻找本身就是最深的执着。你觉得呢？还原论的尽头到底会通向什么？我是王立杰，我们下期见。